马龙、杨倩陆生团来台，民进党说这是个统战，有共产党跟共青团的成员。加入团来没有目的啊！中国对台湾就是进行情报战。我请问马龙来到台湾要收集什么情报？有人说你很奇怪，台湾女高中怎么会认识桌球选手？确定不是国民党派的演员吗？天鸟。青鸟现在很崩溃啊！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。民进党，你到底要不要正视中国崛起的历史事实？来一个马龙就把民进党吓到了。黑熊说，对共产党而言，所有交流都是统战的一部分。你说光天化日之下，马龙跟你讲话，他就是要吸收你。你现在来当我的共谍好不好啊？现在的法律只有特定情况才会禁止共产党来台，重大疏漏。所以他的修法，也就是陆委会以后禁止共产党员来台。黑熊脑子是有问题呀！不要被马办的言语混淆，所有中国的一些手段都是他们最后要学习台湾留岛不留人。如果要留岛不留人，派马龙来干嘛？撇开政治不说，马龙是桌球界的神，好羡慕这些女高中生。欢迎马龙来台湾。早跟你说了，你还要碰瓷，出车祸了吗 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陆生团来台，最开始的时候，民进党拖到最后才同意这件事情。我其实还访问过萧旭成，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，那当时还聊，只希望说活动呢可以完完全全安安稳稳的把这事情给办完，就这样子啊。结果没有想到，民进党当时就开始说这是个统战。有共产党跟共青团的成员哦，而且最厉害的是不是绿媒报而已哦，是连自由亚洲啊，美国的海外官方媒体啊，都加入了这一场战斗里面啊。你可以看到啊，据悉马英九基金会共斥资120万港元办这次交流团，而且呢，当中呢有共青团、共产党储备党员或正式党员身份，被质疑带有统战任务。那评论认为，中共长期以来做情报作战，即使两岸人和平时，已有陆生表明回中国后要向党汇报。马英九基金会则表示，团中有共产党员不足为奇哦，成员共40人呢，来自北大、清大、复大等7所大学，当中奥运金牌得主马龙哦。马龙这边要讲一下，这个马龙呢是桌球界啊，大陆叫乒乓球界的 GOAT 啊，他连3届奥运通通得金牌，总共拿了6面，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男性桌球运动员。那另外杨倩也是奥运金牌的得主，也是非常强大的。所以最开始的时候，大家其实关注的就这2位。那自由时报是率先发起这个攻击的，当时他引述了知情官员哦，这个参访团不是一般大学生啊，7间学校的学生都有共青团、共产党储备党员的正式身份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消息很有可能是谁走漏的？其实是民进党政府直接走漏的。北京大学派出的北大共青团团委书记，复旦大学派出了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，都是中共安排人，目的就是来统战。而且你看陆委会加码，他说啊，中国来台人士是精心挑选啊，陆委会呢用副主委啊叫做沈友忠啊，他亲自的说啊，相较于过往，近期中国来台交流人士越来越特别，精心挑选，基本上都是按照规定申请符合规定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还是乐见两岸交流。一方面说是精心挑选，一方面又说是乐见两岸交流，你是不是有精神分裂呢？还有什么阿萨布鲁什么台湾励志协会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我查过了，这就是青鸟行协会啊，什么赖伟荣啊，就说交流团来没有目的啦，中国对台湾就是进行情报战。我请问马龙来到台湾要收集什么情报？收集东西好不好吃吗？他全天候被你们全部人关着看着。然后呢，赖伟荣说啊，10年前两岸还算和平，他也有接待访台的北大学生哦，也跟他说啊，回台要向党汇报，更何况现在第一天接触到的党就要向党组织汇报，基本上花费都是北京给他的啊，所以当然马英九基金会是觉得不足为奇的啊。但是奇怪的是，陆委会一边骂人，一边说，哎呀，没有国安疑虑啦，因为沈伯洋呢在同一天我们就说啊，对共产党而言，所有的交流都是统战的一部分，具备呢刺探情报、吸收等政治目的。也就是说，光天化日之下，马龙跟你讲话，他就是要吸收你。你现在来当我的共谍好不好啊？哇，我都不知道自由亚洲都变成黑熊的传声筒了啊！现在的法律只有特定情况才会禁止共产党来台，重大疏漏，所以他的修法，陆委会审查时才能于法有据。也就是说呢，沈伯洋啊要说陆委会以后禁止共产党员来台，他要现在修这个法律啊哈。但是沈伯洋这样讲呢，陆委会啊是两手无奈啦哈，哎呀，只能乐见两岸交流啦，希望访团在台期间都按照流程跟申请的内容。那面对这个情形呢，沈伯洋
党发现了，我警告都没有用，所以更加的愤怒，就说陆生团来台不是善意，他们来的意思就是要留岛不留人。沈伟雄说啊，我国元首要出访，为何中共要用任何方式威胁阻止这件事情进行？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国与国之间交流，他指的是赖清德出访。马办带了不少共党跟共青团来台交流，这时候不是更该释出善意吗？结果中共在交流第一天出动13架中机、7架船舰，还有2个气球，第二天出动19架，比以往来的更多。黑熊省啊，该更新资讯了啊，平常就这么多，好不好？没有特别多，你只要去查什么国防部全球资讯网，有特别多吗？没有，我随便点开11月21号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前面也没事，后面也没事，任何一天几架，11架主战机，9架主辅战机无人机，20架大哥，再来再随选一个，22号还更多，主战机13架，无人机6架，主战机6架，加起来是25架。黑熊脑子是有问题呀！我真随便开的，有没有？哦，这天终于比较少了，这天8架次啊，所以这天终于啦，终于让黑熊忙到一天说，哎呦，这一天你看有8架次的，今天怎么可以有这么多架次？以为黑熊只有中文不好，没想到数学更不好。对，就在黑熊崩溃的同时呢，他继续呛，统战顾名思义叫统一战线，联合次要敌人，打击主要敌人，完全是从前领导人毛泽东用到现在，在主要对任何国家、对任何内部敌人应用的策略。不过这一点我们要称赞黑熊，黑熊一定有读毛泽东思想。他如果没有读毛选的话，怎么会知道这个？看来黑熊还是很喜欢毛泽东的，对毛泽东有深刻的理解跟了解。黑熊讲什么？不要被马办的言语混淆了。对台湾而言啊，所有中国的一些手段都是他们最后要实施血洗台湾、留岛不留人的最后手段。如果要留岛不留人，派马龙来干嘛？有需要吗？黑熊都要血洗，交个屁流啊！直接血洗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萧旭晨就酸了哈。绿营就只想把台湾年轻人关起来而已啊！民进党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啊，就阻隔我们的年轻人认识大陆朋友，非常悲哀啊！也是台湾不幸，特别是沈伯洋。那黑熊学院到底在做什么？黑熊是门好生意，但见不得台湾有帮助，所以来一个马龙就把民进党吓到了。撇开政治不说，马龙是桌球界的神，早跟你说了，民进党你还要碰瓷，叫你别碰了吧？出车祸了吧？你再继续贬低马龙啊？你以为马龙只是共产党员啊？黑熊去跟马龙比看看啊，你什么咖？这几天多报马龙行程，那无法到场可以看看，大家都希望多有马龙，好羡慕这些女高中生，欢迎马龙来台湾。马龙又强又帅，正能量交流很好啊。这些女高中生平常有多少人关注桌球赛事的？不一定要关注赛事啊。有人说我也很惊讶，台湾女高中生怎么会认识桌球选手？确定不是国民党派的演员吗？青鸟，可能怎么可能会有认识马龙？青鸟现在很崩溃啊，青鸟很痛苦啊！我跟你讲，下一次要算全红婵来，又是一个旋风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，实质上的软实力。